那天下午，公公陈建国把我叫到楼下的小花园，四下张望了好几遍，确认没人后，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。小雅，这个你拿着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我接过卡片，疑惑地看着他。爸，这是什么？里面有270万，你先收着，千万别让志强知道。公公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眼圈有些红。我差点把卡掉在地上。爸，您说什么？270万？这钱哪来的？公公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小雅，爸求你了，这钱你必须收着，关键时候能救急。但是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志强知道，他知道了会出大事的。看着公公坚决的眼神和颤抖的双手，我心里涌起一阵不安。这270万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不能让我老公知道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小雅，今年27岁，在市里的工商银行当柜员，和老公陈志强结婚4年了，一直过着平凡的小日子。志强比我大2岁，在一家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，收入还算稳定。我们住在志强父母楼上，公公陈建国是退休的电工，婆婆王美华在小区里做清洁工。两老人对我很好，特别是公公，总是像对待亲女儿一样关心我。那是2021年10月的一个周六下午，我正在家里收拾房间，公公突然敲门进来。小雅，你下楼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公公的表情很严肃，我放下手里的活跟他下楼。公公带我到小区花园的角落，那里平时很少有人经过。爸，什么事这么神秘？我笑着问。公公左右看了看，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农业银行的卡。小雅，这个给你。我接过来看了看。爸，这是您的银行卡吗？给我干什么？公公深深叹了口气，里面有27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愣住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爸，您说多少？270万。公公重复了一遍，眼睛红红的。小雅，这钱你必须收着，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志强，听到没有？我的心跳得飞快。爸，这么多钱，您哪来的？为什么不能告诉志强？公公握住我的手，手心都是汗。小雅，你别问这么多，反正这钱来路正当，就是不能让志强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准出大事。可是爸，没有可是。公公打断我。小雅，爸爸求你了，你就当帮爸一个忙，好不好？这钱你先拿着，等需要的时候再用。看着公公恳求的眼神，我只能点头答应。那好吧，我先收着。但是爸，您一定要告诉我，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公公拍拍我的肩膀，等时候到了，爸会告诉你的。记住，千万别让志强知道。说完，公公匆匆离开了。我握着那张银行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270万，这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公公一个退休电工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而且为什么不能告诉志强？晚上志强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好几次想开口，但想起公公恳求的样子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小雅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志强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。没事，就是在银行坐了一天，有点累。我勉强笑了笑。志强点点头，继续吃饭。他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公司业绩不好，他作为项目经理压力山大，回家后话也少了很多。吃完饭，我趁志强洗澡的时候，偷偷拿出那张银行卡。卡片看起来很普通，就是一张再平常不过的储蓄卡。我拿手机查了查密码，果真是我的生日。
点开余额查询，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700,000,000元，真的是270万！我的手在颤抖，心跳的厉害。这么多钱，公公到底是从哪弄来的？难道是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，上班的时候老是走神。同事小李好几次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小雅姐，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小李关心地问。可能是有点上火吧，我随口应付着。其实我是被这个秘密压得喘不过气来。270万啊！这笔钱放在家里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。更让我不安的是，我开始留意公公的一举一动。以前没怎么注意，现在仔细观察才发现，公公这段时间确实有些不对劲。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，有时候还会偷偷叹气。婆婆在的时候，他会强颜欢笑，但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显得很疲惫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看见公公拿着一个小药瓶在吃药。爸，您吃的什么药？我好奇地问。公公赶紧把药瓶藏起来，没什么，就是胃药，老毛病了。但是我看得很清楚，那个药瓶上的字根本不是治胃病的，我心里更加不安了。一个周末的上午，我故意早起去买菜，结果在小区门口看见公公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赶紧躲在树后面，看着公公慢慢走向单元楼，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特别苍老。爸刚才去哪了？我回家后假装随意地问婆婆。你爸？她说去公园散步了。婆婆头也不抬地说。我知道婆婆不知情，公园在小区里面，根本不用坐出租车。公公在撒谎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志强已经熟睡了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我轻手轻脚起身，走到阳台上。楼下的花园里很安静，路灯洒下昏黄的光。我想起公公给我银行卡的那个下午，他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那是恐惧和不舍。第二天是周一，我请了半天假，跟着公公出门。早上8点，公公出门了，我远远跟在后面，看着他走到公交站台，坐上了开往市中心的公交车。我也上了下一班车，在市人民医院站看见公公下车了。医院？公公去医院做什么？我心里一沉，赶紧下车跟了过去。公公很熟练地走向内科大楼，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来了。我不敢跟得太近，只能远远看着公公排队挂号，然后坐在候诊区等待。陈建国，内科3诊室。广播里传来护士的声音。我看着公公慢慢起身，走向诊室。他的背影在我眼里突然变得特别弱小。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公公从诊室出来了。他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，脸色很差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公公生病了？而且还是很严重的病。公公走向缴费处，然后去了化验科。我在远处看着他抽血化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公公真的病了，那270万，我不敢往下想。回到家里，我整个人更加心神不宁了。志强也察觉出了我的异常。小雅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整天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事？那天晚上，志强终于忍不住问我。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我避开他的目光。你骗我呢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，你什么样子我不知道。志强放下手机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？还是你身体不舒服？我心里一阵感动，但是想起公公的叮嘱，只能摇头。真的没事，可能就是最近工作累了。志强皱了皱眉。小雅，
夫妻之间不应该有秘密，有什么事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很想告诉他实情，但是公公那句他知道了会出大事又在我耳边响起。志强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别多想了。我勉强笑了笑。志强看了我一会儿，没再说什么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有了疑虑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志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他总是用一种探究的眼神看我，而我总是心虚的避开。11月初的一个周末，志强提起想买房的事。小雅，我们结婚这么久了，总住在我爸妈楼上也不是个事。我看了看，城南有个新盘，环境不错，价格也能接受。志强拿着房产中介的宣传单给我看，我看了看价格，一套90平的房子要120万，首付要多少？我问。至少要40万。志强叹了口气，咱们现在存款才15万，还差得远呢。我想着是不是找银行贷点款，或者找朋友借一些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一动，我手里不是有270万吗？别说40万的首付，就是全款买房都够了。但是公公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，千万不能让志强知道，要不咱们再等等。我小声说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说不定过2年会降呢。志强有些不高兴，小雅，你怎么一点进取心都没有？我们不能总是等，总是要有自己的家。但是咱们现在经济条件可以慢慢改善。志强打断我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，如果成了，提成就有10几万，到时候加上贷款，买房不是问题。我知道志强说的是他们公司承接的一个商场装修项目，但是那个项目风险很大，业主方资金链出了问题，能不能拿到钱还是未知数。志强，那个项目不是有风险吗？万一什么万一？志强一下子火了。小雅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，现在什么事你都往坏处想，一点都不支持我。我被他吼得一愣，心里委屈得要命。我不是不支持你，我是有270万都不敢拿出来用啊。我没有不支持你，我只是觉得咱们应该量力而行。我的声音也有些哽咽。志强看我要哭了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小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但是你也要理解我，我是男人，总不能一辈子住在父母楼上吧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但是心里的委屈和煎熬越来越重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，如果公公没有给我那270万，我现在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志强买房，和他一起想办法筹钱。但是现在，我明明有钱，却不能用，这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。更让我不安的是，我总觉得志强开始怀疑我有什么事瞒着他。11月中旬，我发现自己例假推迟了1个星期。起初我没在意，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。但是又过了几天，我开始有些恶心，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心里一动，该不会是周6的上午，我偷偷去药店买了验孕棒。回到家里，志强正在客厅看电视，我借口上厕所，悄悄测试了一下，2道红杠，我怀孕了。我激动得手都在发抖。结婚4年了，我一直盼着能有个孩子，现在终于如愿了。志强，我冲出厕所，扑到志强怀里。我怀孕了。志强愣了一下，然后推开我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？我们有孩子了？我兴奋地说。志强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。小雅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啊，我刚测的2道杠。我拿着验孕棒给他看。志强看了看验孕棒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，反而皱起了眉头。志强，
你怎么了？我们有孩子了，你不高兴吗？我有些不解。志强站起身，在客厅里踱了几步。小雅，我们现在要孩子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太早？我们都结婚4年了，我27岁了，怎么能说太早？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可是咱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好啊，房子都没有，哪有钱养孩子？志强的语气很烦躁。现在养个孩子多贵啊，从怀孕到生产，再到上学，哪样不要钱？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志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志强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？我的声音在颤抖。我没说不要，我只是觉得时机不对。志强坐回沙发上。小雅，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存款才15万，工作也不稳定，真的适合要孩子吗？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志强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得实际一点。志强的语气很冷静。要不咱们再等2年，等条件好一些了再要。我不敢相信这话是从志强嘴里说出来的。我一直以为他也很期待我们有个孩子，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。志强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这个孩子我要定了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坚决地说。志强叹了口气。小雅，你别冲动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。我站起来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说完，我冲回卧室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我躺在床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本来以为志强会和我一样兴奋，没想到他竟然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如果他知道我手里有270万，还会这样说吗？我想起公公给我银行卡时说的话，关键时候能救急，现在就是关键时候啊！我们要有孩子了，需要钱，但是公公又说不能告诉志强。我越想越难受，眼泪哭得更凶了。第2天，我去医院做了检查，确认怀孕6周了。医生告诉我注意休息，按时产检。回到家，志强的态度依然很冷淡，他对我肚子里的孩子不闻不问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心里难受极了，但是又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告诉公公这个消息。那天下午，我趁志强不在家，去楼下找公公。爸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您。我有些兴奋地说。什么好消息？公公放下手里的报纸。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爷爷了。公公愣了一下，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真的？小雅，这太好了。看到公公的反应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至少还有人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高兴。爸，但是志强好像不太想要这个孩子。我有些难过地说。公公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。什么？他为什么不想要？我把志强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公公听完，气得脸都红了。这个臭小子，孩子是天赐的礼物，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？公公站起来，我去找他谈谈。爸，您别去，他现在情绪不好，说了也没用。我拉住公公，公公想了想，坐了下来。小雅，你放心，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，钱的事不用担心。说着，公公看了我一眼。那270万，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一部分，但是记住，千万别说是我给的，你就说是你自己存的私房钱。我心里一动，爸，可是志强会怀疑的。我一个银行柜员，一个月工资才4000多，哪来那么多私房钱？公公想了想，那你就说是你妈家给的，你妈不是去世了吗？就说是她留给你的遗产，现在才处理好。我点点头，这个理由倒是说得过去。但是爸，您还没告诉我，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不能让志强知道？我忍不住又问了一遍。公公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复杂，他张了张嘴，但是没说话。爸，我催促道，小雅，
等时机成熟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现在你只要知道，这钱来路正当，你可以放心用。公公拍了拍我的手，最重要的是，孩子一定要生下来。我看着公公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公公是支持我的。爸，那我什么时候用这笔钱比较合适？我问。等你肚子大一些了，志强肯定会着急的。到时候你再拿出一部分钱来，说是为了孩子。公公想了想，记住，不要一次拿出太多，分几次拿，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。我点点头，觉得公公说的有道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志强对我怀孕的事还是很冷淡，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。我知道他还在为房子的事烦恼，那个商场装修项目确实出了问题，业主方拖欠工程款，志强他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。一天晚上，志强接了个电话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什么？真的不付了？那我们这几个月不是白干了？志强在电话里大声说道。挂了电话，志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垮了。怎么了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项目黄了，业主方破产了，我们几个月的工程款全打水漂了。志强的声音很沉重。公司让我们这些项目经理承担一部分损失，我至少要赔进去5万块。我的心一紧，那咱们的存款肯定不够，我得想办法借钱。志强揉了揉太阳穴。小雅，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，实在没心情考虑孩子的事，要不你还是把孩子……不行，我打断他。志强，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志强抬头看了我一眼。你想办法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有一些私房钱。私房钱？志强的眼神变得有些怀疑。多少？不多，几万块吧。我不敢说太多。志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。小雅，你什么时候存的私房钱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的心跳得飞快，就是平时省下来的，一点一点存的。你一个月工资4000多，除了日常开销，能存多少？志强站起来。小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看着志强怀疑的眼神，我心里慌得要命，但是表面上还要装镇定。志强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为我们的孩子做点准备而已。志强看了我很久，最后没再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疑虑。进入12月，我的孕期反应越来越明显了，每天早上都会吐得厉害，吃什么都没胃口。志强看在眼里，态度倒是缓和了一些，但是对于孩子的事，他还是不怎么提。公司那边的损失让志强压力很大，他每天回家都一脸疲惫，话也更少了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厨房做饭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差点摔倒。志强听到声音，赶紧跑过来扶住我。小雅，你没事吧？他紧张地问。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久违的温暖。你最近脸色确实不太好，明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志强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有些感动。不管怎么样，志强还是关心我的。第二天，志强请了假陪我去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我有轻微贫血，需要加强营养，多休息。医生，像他这种情况，需要注意什么？志强认真地问医生。主要是营养要跟上，可以吃一些孕妇专用的营养品，还有就是定期产检，不能大意。医生说。从医院出来，志强的脸色有些沉重。志强，你在想什么？我问。我在想，养个孩子真的很费钱。志强叹了口气，光是怀孕期间的营养品和检查费用就不少，等孩子生下来，花钱的地方更多。
我知道志强又在为钱发愁了。志强，钱的事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安慰他，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就凭你那点私房钱。志强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我心里一动，觉得是时候拿出一部分钱了。回到家，我趁志强洗澡的时候，悄悄从公公给的银行卡里取了5万块现金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把钱拿了出来。志强，这是我存的私房钱，你先拿着用。志强看着桌子上的5万块现金，眼睛都直了。小雅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我平时存的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自然。平时存的。志强拿起钞票数了数，整整5万块。小雅，你是怎么存下来的？我心里紧张的要命，但是嘴上还要编理由，就是每个月从工资里省出一点，时间长了就攒下来了。志强盯着我看了很久。小雅，我们结婚4年了，你的收入支出我都清楚，就算你每个月能省下1000块，4年也才4万多，而且这期间我们还买过电器，装修过房子，你根本存不下这么多钱。我被志强问得哑口无言，心跳得飞快。志强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有钱不是好事吗？我勉强笑了笑。小雅，你告诉我实话，这钱到底是哪来的？志强的语气变得很严肃，我的手心都是汗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。我不能说是公公给的，那我应该怎么解释？志强，这钱是我妈留给我的。我终于说出了公公教我的理由。你妈留给你的？志强更加疑惑了。你妈不是10年前就去世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这笔钱一直在法院那里处理遗产纠纷，最近才处理好。我结结巴巴地说。志强看了我一会儿，脸色有些缓和。是这样啊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是最近才拿到的，想着给你个惊喜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志强点点头，把钱收了起来。那这样最好，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看着志强相信了我的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不喜欢撒谎，特别是对自己的丈夫撒谎，但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只能这样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志强的心情好了很多，有了这5万块钱，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，对我也更加关心了。小雅，我给你买了孕妇奶粉和维生素，记得每天按时吃。志强把营养品放在我面前。谢谢你，志强。我心里暖暖的。谢什么？你现在怀着我们的孩子，我应该照顾你。志强摸了摸我的肚子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想的太多了。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生下来。看着志强温柔的样子，我心里既高兴又愧疚。高兴的是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孩子，愧疚的是我对他撒了谎。但是这个秘密我还要继续保守下去。2022年春节过得很温馨，婆婆知道我怀孕后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公公也很开心，但是我注意到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好，人也瘦了不少。爸，您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一天，我忍不住问公公。没事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容易累。公公摆摆手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别担心我，照顾好自己就行。我看着公公，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他这段时间经常偷偷出门，每次回来都很疲惫，而且有时候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有消毒水的味道。一天上午，我请假去医院产检，做完检查出来，意外地看见公公从内科大楼出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脸色很难看。我躲在柱子后面，看着他慢慢走向公交站台，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。公公真的生病了，
而且看样子还很严重。那天下午，我趁公公和婆婆都不在家，偷偷进了他们的房间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是我实在太担心了。在公公的书桌抽屉里，我找到了一叠医院的检查报告。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，上面的字让我差点晕倒。诊断结果：肺癌中期，建议立即住院治疗。我的手在颤抖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公公竟然得了肺癌，而且还是中期。我继续翻看其他的报告，发现最早的检查日期是去年9月份，也就是公公给我银行卡的前1个月。一切都明白了，公公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所以才把270万给了我。他是怕自己治病会花光家里的积蓄，想要为我们留点后路。可是为什么不告诉志强？为什么要让我保密？我想起公公说过的话，他知道了会出大事。我明白了，公公了解志强的性格，如果志强知道父亲得了癌症，一定会倾家荡产给他治病，到时候真的会人财两空。想到这里，我哭得更厉害了。公公这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我们啊！我把检查报告重新放好，擦干眼泪回到楼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看着公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还是每天笑呵呵的，和婆婆说说笑笑，陪志强聊天。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承受着多大的痛苦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趁志强睡着后，悄悄下楼找公公。爸，您还没睡？我敲了敲他们的房门。小雅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公公穿着睡衣出来。爸，我想和您聊聊。我说。公公看了看我的表情，把我带到客厅。什么事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直接问。爸，您是不是生病了？公公愣了一下。你怎么？你知道了？我点点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爸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公公叹了一口气，一下子老了10岁。小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医院看见您了，然后我找到了您的检查报告。我哽咽着说。公公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是得了肺癌，而且已经中期了。爸，那您赶紧治疗啊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我急忙说。公公摇摇头。小雅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治不治都差不多，而且治疗费用太高了，我不想拖累你们。爸，您别这样说，志强知道了一定会想办法给您治病的，这就是我不想告诉他的原因。公公的眼睛红了。小雅，我了解志强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孝顺，如果他知道我生病了，一定会倾家荡产给我治病，但是就算花再多钱，我这病也不一定能治好，到时候钱花光了，人也没了，你们怎么办？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我听着公公的话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所以我才把那270万给你。公公继续说，那是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，还有老家房子卖掉的钱。我想着，等我走了，你们至少还有这笔钱能过日子。爸，我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公公拍了拍我的手。小雅，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，让你承受这么大的秘密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不能看着志强为我倾家荡产。我终于明白了公公的良苦用心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这个家啊。爸，那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很痛？我关心地问。还好，就是容易累，胃口也不太好，医生开了一些药，能缓解一些症状。公公说，爸，您一个人承受这些，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公公点点头，是挺难受的，特别是看着你们都不知道，还为了其他事情烦恼。但是没办法，有些事情必须有人承担。我握住公公的手，爸，以后我陪着您，
你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公公看着我，眼里含着泪。小雅，谢谢你，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是我们家的福气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公公聊了很久，我了解了他的病情，也明白了他的想法。虽然我不同意他不治疗的决定，但是我理解他的苦衷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更加关注公公的身体状况。他确实在一天天变瘦，但是依然强撑着，不让志强和婆婆看出异常。而我也在这个秘密的重压下变得越来越沉默。志强几次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我都只能摇头否认。这个秘密太沉重了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进入2022年5月，我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。志强对即将到来的孩子也越来越期待，经常摸着我的肚子和宝宝说话：“宝宝，爸爸在这里，你要乖乖长大哦。”志强温柔地对着我的肚子说。看着志强这样，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他终于接受并期待我们的孩子了，难过的是公公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而志强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公公现在走路都有些不稳了，但是在志强面前，他还是强装精神。只有我知道，他每天晚上都会痛得睡不着觉。一天上午，我正在银行上班，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：“小雅，你爸爸晕倒了，我们在医院，你快来。”婆婆的声音很着急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赶忙请假赶到医院。在急诊科门口，我看见婆婆正在焦急地等待。“妈，爸爸怎么样了？”我跑过去问。医生正在检查，还不知道情况。婆婆的眼睛红红的。“小雅，你爸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我感觉他不对劲，我心里一紧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时，志强也赶到了医院。“爸怎么样了？”志强问。“还在检查。”我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了。“病人家属是吧？”医生问。“是的，我是他儿子。”志强说。医生的表情很严肃，病人的情况不太好，我们需要做进一步检查，你们有心理准备吗？志强愣了一下。“医生，您是什么意思？”医生看了看我们，病人很可能患有恶性肿瘤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志强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“恶性肿瘤？怎么可能？我爸身体一直很好的。”我的心跳得飞快，这是我最担心的情况。“志强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。”我安慰他，但是志强已经坐不住了，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神情激动。“不可能的，我爸不可能得癌症的，他才56岁，还这么年轻。”晚上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和我之前看到的报告一样，肺癌中期。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，从检查结果来看，病人确实患有肺癌，而且已经是中期了。我建议立即住院进行化疗和放疗。志强听到这个消息，整个人都垮了。“医生，我爸这病能治好吗？”志强的声音在颤抖。“癌症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，但是中期肺癌的治愈率还是有的。关键是要积极治疗。”医生说。“不过治疗费用会比较高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”“多少钱？”志强问。“至少需要30万，如果效果不好，可能还要更多。”医生说。志强听到这个数字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志强一直没说话，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双手抱着头。“志强，你别太担心，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我安慰他。“小雅，30万啊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”志强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含着泪。“加上你之前拿出来的5万，我们也就20万左右，根本不够。”我心里明白，现在是时候拿出更多钱了。“志强，钱的事你别担心，我还有一些。”我小声说。
志强看着我，你还有多少？应该够的。我不敢说得太具体。小雅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钱？志强抓住我的手，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瞒我了。我看着志强焦急的样子，心里很难受。我想告诉他实话，但是又不能违背对公公的承诺。我妈留给我的遗产，除了之前给你的5万，还剩20多万。我撒了个谎。志强听了，脸色稍微好了一些。那这样的话，勉强够了。这时，公公从病房里出来了，他脸色很差，走路都需要人扶着。爸，志强赶紧过去扶住他。志强，你来了。公公虚弱地说：“爸，医生说您得了。”志强说不下去了。公公看了我一眼，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无奈和歉意。志强，爸已经知道了。公公叹了口气，医生都跟我说了，肺癌中期。志强听了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爸，您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治病的，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救你。听到这话，公公的眼睛也红了，他拍了拍志强的肩膀：“好儿子，爸没白疼你。”看着父子俩相拥而泣的样子，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但是同时，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，秘密终于可以说出一部分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医院陪了公公一夜。志强一直握着公公的手，不停地安慰他：“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治好您的病的。”第二天，志强开始四处筹钱，他找了很多朋友借钱，但是30万不是小数目，能借到的很有限。看着志强为了筹钱奔波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明明有270万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辛苦。1个星期后，志强借到了8万块钱，加上我们原有的存款和我之前拿出的钱，还差10万左右。小雅，要不你再联系一下你妈那边的亲戚，看看能不能再借一些。志强问我，我心里很矛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我再拿出10万，志强肯定会怀疑的，但是如果不拿，公公的治疗就要耽误了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那天下午，志强在收拾公公的东西时，意外发现了那些检查报告。小雅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志强拿着报告叫我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。这是什么时候的检查报告？志强看着报告上的日期，去年9月。爸爸去年9月就知道自己得癌症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站在那里发愣。小雅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志强突然问我。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志强看着我的表情，明白了一切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点了点头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志强的声音有些激动。因为爸爸不让我说。我哽咽着说。爸爸为什么不让你说？志强问。我把公公的想法告诉了志强。听完后，志强沉默了很久。爸爸太傻了。志强最后说，他以为瞒着我，我就不会为他花钱了吗？他是我父亲，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要救他。我看着志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小雅，你说你妈留给你的遗产，该不会也是假的吧？志强突然问我。我的心跳得飞快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些钱到底是哪来的？志强盯着我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公从病房里走了出来，他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志强，你别为难小雅了。公公虚弱地说，钱是我给他的。听到公公的话，志强愣住了。爸，您说什么？钱是您给小雅的？志强不敢相信。公公走到志强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志强，坐下，爸跟你好好说。我们3个人在病房里坐下，公公开始讲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去年9月，我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部的阴影，
医生建议我做进一步检查，结果确诊是肺癌中期。公公的声音很平静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最终决定不告诉你们。爸，您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志强的眼睛红了。因为我了解你的性格。公公看着志强，如果你知道我得了癌症，一定会倾家荡产给我治病。但是癌症的治疗效果很难说，万一人财两空，你们怎么办？小雅还怀着孩子呢。志强听了，眼泪掉了下来。爸，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我们考虑啊！您是我的父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，所以我才想了一个办法。公公打断他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小雅，一共270万。270万！志强震惊地看着我。小雅，你有270万？我点了点头，不敢看志强的眼睛。这270万是我这辈子省下来的所有积蓄，还有老家房子卖掉的钱。公公继续说，我本来想着等我走了，小雅再把这笔钱拿出来，你们就说是她妈妈留下的遗产，这样你们就有钱养孩子，过好日子了。志强听完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看看公公，又看看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爸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志强最后哽咽着说，我不是不想治病，我是不想拖累你们。公公的眼睛也红了。如果治疗有把握，我当然愿意试试，但是医生说了，即使治疗，效果也很难说。我不能让你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，把所有积蓄都搭进去。爸，您这样想是不对的。志强擦了擦眼泪，您是我的父亲，就您是我应该做的，就算真的人财两空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公公看着志强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志强，你能这样想，爸就满足了。但是爸不能这样自私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志强问。现在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那就治吧。公公叹了口气，用小雅手里的钱给我治病。听到这话，我赶紧说，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您的病的。志强也点了点头。爸，您安心治病，钱的事不用担心。但是接下来，志强看向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小雅，这几个月你一直瞒着我这件事，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志强说。我点点头。志强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，但是我答应了爸爸。我理解。志强拉住我的手，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只是以后我们夫妻之间不要再有秘密了，好吗？我用力点头。好，我保证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公公开始接受正规的治疗，有了充足的资金，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。志强每天都陪在公公身边，细心照顾，看着父子俩的互动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小雅，谢谢你。一天，公公拉着我的手说，如果没有你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爸，您别这样说。我眼睛红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相互照顾的。治疗进行了2个月后，公公的病情稍有好转，医生说化疗有一定效果，建议继续治疗。这让我们全家都看到了希望。2022年8月，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志强高兴得不得了，抱着孩子舍不得放手。小雅，你看他的眼睛像不像我？志强兴奋地说，像，特别像。我虚弱地笑着。公公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是看到孙子出生，整个人的精神都好了很多。我的大孙子，爷爷的宝贝。公公轻抚着孩子的小脸，婆婆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每天围着孙子转。有了孩子后，我们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志强请了产假，在家照顾我和孩子。公公的治疗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小雅，你觉得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好？志强问我。您是爸爸，您来起吧。我说。
志强想了想，叫陈希望怎么样？希望我们全家都有希望，好名字。我点点头。小希望很乖，不怎么哭闹。志强对这个儿子爱得不得了，每天抱着他不撒手。小希望，爸爸跟你说，你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志强对着孩子说，他为了我们这个家承受了很多痛苦，但是从来不说出来。你长大了，要记住爷爷的恩情。听着志强的话，我心里很感动。这场风波虽然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痛苦，但是也让这个家变得更加团结了。公公的治疗效果还不错，肿瘤有所缩小。医生说，如果继续保持，还是有治愈的希望的。爸，您一定要坚持治疗。志强每次陪公公化疗都会这样说。小希望还等着您教他走路呢。公公每次都会点头。为了孙子，爸一定要好起来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虽然偶尔还会有波折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